我相信，屏幕前的你，不管现在混得怎么样，在生活里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瞬间。你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地说话，想分享一个刚听来的笑话，结果周围的人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甚至还有人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你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只能尴尬地闭嘴，假装喝口水掩饰过去。或者你刚在会议上小心翼翼地抛出一个观点，还没等说完呢，就被某个大聪明同事打断了，用一种特别轻蔑的语气说：哎呀，你这个想法太老套了，根本行不通。然后全场哄笑，你满脸通红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再或者过年回家，7大姑8大姨围坐一圈，有人故意当众拿你的短板开玩笑，哎呦，你看这孩子都30好几了还没对象，是不是眼光太高了啊？你刚想反驳，他马上来一句：嗨，我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这么玩不起啊？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胸口堵得慌？这些瞬间啊，就像是一根根细小的钢针扎进你的生活里，虽然不至于让你流血牺牲去医院缝针，但那种隐隐作痛的憋屈感，那种被冒犯后的愤怒，就像慢性毒药一样，慢慢腐蚀你的自信心，让你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如别人，让你在社交场合越来越不敢说话，越来越想逃离。咱们很多老实人遇到这种情况，第一反应往往是忍，心里想着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但是各位，今晚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不被尊重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，它是别人在潜意识里对你价值的一次精准试探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退缩，选择了无底线的包容，那么接下来的生活里，这种不尊重绝不会停止，它会像野草一样疯狂蔓延，最终演变成全方位的打压和欺凌。今晚咱们就掏心窝子地聊聊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？为什么你明明是个好人，却总是换不来别人的尊重？以及在这个欺软怕硬的成人世界里，我们到底该怎么活，才能修剪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？这不仅仅是一篇文案，这是一套送给所有老好人的星号翻身生存指南星号。咱们先得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开，看看这赤裸裸的人性。很多街坊跟我抱怨，我这人平时对谁都客客气气的，从来不跟人红脸，有什么活我都抢着干，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把我当回事呢？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弱者思维。你以为只要你足够善良，只要你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别人就会同样对你。兄弟，醒醒吧！这是一种脱离了现实逻辑的幻想，这是童话故事里才有的情节。在这个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里，人性本身就是带有欺软怕硬的成分的。这不怪谁，这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。当一个人的表现过于软弱，没有任何攻击性，甚至连拒绝别人的勇气都没有时，他在别人眼中就成了一个没有成本的消耗品。什么叫没有成本的消耗品？就像路边的一棵小草，谁走过去都可以踩上一脚。为什么？因为踩了你，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。你不会叫，不会咬人，甚至连反弹一下都不会。踩了白踩，不踩白不踩。相反，你看那些带刺的玫瑰，或者是路边趴着的一条大狼狗，谁敢随便上去踢一脚？除非他不想活了。所以咱们必须先看清这个残酷的真相，成年人世界的尊重往往不是靠礼貌换来的，而是靠实力和边界感赢来的。你越是卑微的讨好，别人越是觉得你廉价。你的善良如果没有锋芒，在别人眼里就是软弱可欺。咱们把话再说透一点，不尊重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试探。当一个人开始对你不礼貌、冷暴力或者公开羞辱你时，他其实是在通过这些行为测试你的底线在哪里。
就像一个小孩子第一次打你一下，如果你没反应，他下次就会打得更重。如果你还笑嘻嘻的，他就会觉得，哦，原来打这个人没事啊。在社交场上也是一样，对方扔过来一句难听话，看你什么反应。如果你表现得唯唯诺诺，或者只是私下里生闷气，回家跟老婆孩子发火，却不敢在正面给予回击，那么对方就会在心里给你打上一个标签：安全目标。什么叫安全目标？就是可以被进一步压榨、欺负、索取，而且没有任何风险的对象。一旦这个标签贴上了，你就完了。你的同事会把最难啃的骨头扔给你，功劳却自己抢走。你的老板会无休止地压榨你的休息时间，还不给加班费。你的亲戚会肆无忌惮地干涉你的家事，对你指手画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安全啊。欺负你不需要付出代价啊。各位，回想一下，在你的职场或生活中，有没有这样一个安全目标？或者你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被贴了标签的人？如果是，请在弹幕里打个1，让咱们看看有多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。很多人之所以感到焦虑和痛苦，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既想维持体面，又想获得尊重。被冒犯了，心里火大的不行，但脸上还要挂着笑，怕撕破脸，怕大家尴尬，怕别人说自己开不起玩笑。但现实是，体面往往是留给那些有能力掀桌子的人的。如果你连愤怒的能力都没有，如果你连掀桌子的底气都没有，那么你的体面在别人眼里就是一种窝囊。你想想看，那些在单位里横着走的人，是不是大多都有点脾气？是不是谁要是惹了他们，他们真敢当场翻脸？正因为他们敢翻脸，大家反而对他们客客气气的，生怕惹毛了这尊大佛。而你呢？为了所谓的和谐，一次次忍气吞声，结果呢？大家觉得你好说话，什么烂事都往你头上推。所以，别再用我这是有涵养来麻痹自己了。在没有实力支撑的涵养面前，所有的忍让都是无能的表现。咱们刚才说了现象，现在来挖挖根儿。为什么有些人走到哪儿都受人尊敬，而有些人，可能就是你，走到哪儿都容易招致不尊重？这不仅仅是因为你运气不好，遇到了烂人，更是因为你身上散发出了一种易受体质的气息。首先是自我的能量场太弱，这种弱不仅体现在言语上，更体现在肢体动作和心理状态上。你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经常被欺负的人，他们是不是都有这些特征？走路低着头，含胸驼背，不敢正眼看人，说话声音小小的，像蚊子哼哼，还没开口先带3分笑，眼神总是躲闪，跟人对视不到3秒就先移开，坐着的时候缩成一团，好像生怕占了别人的地方。一个长期处于自我怀疑、缺乏目标感的人，他在人群中散发出的气息就是卑微的。这种卑微会让周围那些嗅觉灵敏的人，也就是那些潜在的欺凌者，迅速捕捉到。他们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，瞬间产生一种想要通过打压你来获得优越感的冲动。这不是他们有多坏，而是人性的阴暗面在作祟。踩你一脚，能让我觉得自己很高大，而且还没风险，那我为什么不踩？其次是过度解释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经常被不尊重的人，往往话特别多。他们总是在向别人解释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刚才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或者试图通过分享自己的隐私和脆弱，来换取某种认同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小时候特别惨。然而，在人性的逻辑里，当你把自己的底牌全部翻开给别人看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失去了那种神秘感和威慑力。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全透明的个体，大家知道你的软肋在哪，知道你的痛点在哪，甚至知道你哪怕受了委屈也不敢怎么样。这时候，别人自然就不再敬畏你。记住一句话，
解释是弱者的防御，沉默是强者的攻势。还有一点也是最要命的，就是习惯性反思自己。很多人在面对不尊重时，第一反应不是他怎么这么没教养，而是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是不是我穿得太土了？这种内耗是极其致命的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如果不尊重你，那通常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缺乏教养，或者试图通过踩踏别人来建立自信的人。如果你开始自我检讨，就正好掉进了对方的心理陷阱。你越是检讨，越是觉得自己差劲，对方就越是得意，越是觉得打压你是对的。还有一个更扎心的真相，咱们得面对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你在做好人，其实你是在做软蛋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单位里有个活本来是大家的，结果没人干。你心想，哎呀，我不干谁干呢？于是你默默扛下来了。1次2次，大家还说声谢谢。10次8次之后呢，大家觉得理所应当。第100次，你因为生病没干，大家反而怪你，哎，老张，你怎么掉链子啊？你看，这就是星号升米恩，斗米仇星号的职场版。你的这种无底线的付出，其实是在培养别人的巨婴心理。你让他们觉得剥削你是天经地义的，而且这种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讨好型人格。你潜意识里觉得我不配被爱，我必须通过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牺牲，才能换来一点点关注和认可。兄弟，别傻了，靠讨好换来的永远不是尊重，而是轻视。真正的善良是必须带有锋芒的。你可以帮人，但必须看心情，看交情，看对方值不值得。对于那些不懂感恩的人，你的善良就是助纣为虐。好啦，病因找到了，接下来咱们聊聊怎么治，怎么从一个被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，变成一朵让人敬畏的带刺玫瑰。这需要一套完整的战术体系。社交其实也是一种交易，如果别人冒犯你，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，那么冒犯就会成为他的日常习惯。所以，第1步，我们要学会建立高昂的违约成本。当不尊重发生时，你不需要大吵大闹，更不需要歇斯底里，因为那是情绪失控的表现，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很好拿捏，像个泼妇一样。真正的回击是精准且有力的。场景模拟，比如在公司会议上，那个讨厌的同事又打断你说话，还冷嘲热讽。错误做法，尴尬的笑笑，或者结结巴巴的解释，那个，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是送人头。正确做法：1. 停下动作，立刻停止你手里正在做的事情，翻文件、记笔记等。2. 眼神锁定，转过头，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。注意，不要眨眼，不要笑，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3. 沉默施压，保持5至10秒的沉默，让空气凝固，让全场都感觉到气氛不对。4. 冷冷开口，当他被你盯得发毛了，他肯定会不自在。你再平静地说一句，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，请你学会基本的礼貌，听我说完。或者更狠一点，直接切断对方原本依赖的某些资源，比如那个总是让你帮忙带饭却不给钱的同事，下次他再让你带，你直接说，哎呀，上次的饭钱好像还没转我呢，这次就算了吧，我手头紧。你要让对方意识到，冒犯我是会付出代价的，要么是尴尬，要么是利益受损。生活里还有一种最恶心的人，就是那种披着开玩笑外衣的不尊重。对方说了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话，比如嘲笑你的身材、工资、家庭。当你表现出不悦时，他立刻反咬一口，哎呀，我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这么敏感？你怎么这么玩不起？这时候你如果生气，你就输了；你如果忍了，你就憋屈死。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操控 gaslighting。
他在否定你的感受，把责任推给你。破解逻辑，不要顺着他的话茬去解释我为什么不高兴，也不要辩解我没有玩不起。你要做的是让他解释他的笑话。你可以一脸困惑地看着他，真诚地问：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懂这个笑话哪里好笑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身材、我的工资很好笑呢？当对方被迫去分析自己的低级趣味时，尴尬的就变成了他。他能怎么解释？说因为你胖所以好笑，那他就是人身攻击。说因为你穷所以好笑，那他就是势利眼。无论他怎么解释，他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愚蠢和刻薄的位置上。这就是一种高维度的认知压制，用逻辑去击碎他的情绪操控。很多人觉得建立边界感很难，怕得罪人，怕关系破裂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如果一段关系需要你牺牲自尊去维持，那这种关系本身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它是能给你带来钱，还是能给你带来爱？都不能，它只能给你带来添堵。真正的强者在社交中往往是带有冷感的，这种冷不是傲慢，而是一种我不求你也不怕你的淡然。课题分离，我们要学会把事情分开看，对方如何对待你是他的修养问题，是他的人品问题，你如何选择反应是你的生存智慧，是你的底线问题。你可以深爱你的家人，但你必须让他们明白，哪怕是血缘关系，也不能成为随意践踏你人格的理由。面对亲戚的催婚、催生、攀比，你可以微笑着说：二姑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但这事儿我有自己的打算，咱们今天难得聚聚，就不聊这个了，聊聊您家孙子吧。如果他不识趣，继续唠叨，你就直接站起来：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有点急事，得先走了，你们慢吃。温柔的坚定，态度是客气的，但行为是坚决的。坚决不下沉，坚决不纠缠。对于那些死缠烂打、听不懂人话的人，比如非要借钱的远房亲戚，非要让你加班的无良老板，这里有一招绝杀：复读机战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只重复这一句话。亲戚，哎呀，大侄子，你就借我2万块钱吧，我下个月肯定还。你，二叔，真的不凑巧，最近手头紧，帮不了您。亲戚，哎呀，你都在大城市买房了，还能差这2万块钱？是不是看不起二叔啊？你，二叔，真的不凑巧，最近手头紧，帮不了您。亲戚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你，二叔，真的不凑巧，最近手头紧，帮不了您。你看，不管他怎么打感情牌、道德绑架，甚至发火，你就这一句，不解释原因，解释就是掩饰，解释就会被抓住漏洞。不表达情绪，就这一句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他；只要你不接招，他的拳头就打在棉花上。这一招的核心在于切断情绪共振，让他知道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拒绝机器。战术讲完了，咱们最后来聊聊战略。为什么有些人你不去惹他，甚至都不用说话，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尊重他？因为实力。在财富思维和个人成长的维度上，尊重往往与你的稀缺性挂钩。在一个群体中，如果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，如果你提供的价值随时可以被替代，比如你只是个负责打印文件的，那么你得到尊重的概率自然会降低。这不是世界太残酷，而是价值交换的必然结果。你指望老板尊重你，那你得手里有大客户，或者是技术大拿，缺了你项目转不动。你指望亲戚尊重你，那你得混得比他们好，或者至少让他们觉得你有利用价值。虽然很现实，但这就是人性。所以与其每天研究如何处理人际关系，不如把精力花在提升自己的硬实力上。当你成为了某个领域的专家，
当你手里掌握了别人需要的资源，即便你性格孤僻、沉默寡言、脾气古怪，周围的人也会自动学会如何礼貌地对待你。实力是最好的护身符，也是最响亮的耳光。咱们必须得谈谈钱。我们要明白，金钱虽然不能买来真心，但它能为你提供说不的选择权。当你经济独立，拥有足够的底气时，你对不尊重的容忍度会自然下降，因为你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。老板骂我，老子不干了，我有存款，我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。老公老婆给我脸色看，我有自己的房，有自己的车，大不了离，谁怕谁？亲戚阴阳怪气，我开着豪车回去，发个大红包，他们立马闭嘴，还得夸我有出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拼命赚钱，提升阶层的原因之一。它不仅是为了物质享受，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豁达和社交上的主动权。一个财务自由的人，他的磁场是自带光芒的，这种光芒会过滤掉大部分低端的挑衅，因为那些想欺负你的人在出手之前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最后是认知的升级，你要从一个受害者的视角切换到观察者的视角。当你被冒犯时，不要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，我好惨啊，而要问他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他的心虚。当你能从高处俯瞰这些社交互动时，你会发现那些不尊重别人的人，其实内心通常充满了匮乏和不安。他们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维持那点可怜的、脆弱的自尊心。他们需要通过踩你一脚来证明自己还不错。当你洞察了这一点，你对他们的愤怒就会转化为一种带有距离感的怜悯。哎，这人真可怜，只能靠欺负老实人来刷存在感。这种心态的变化会让你在应对时更加游刃有余，更加从容不迫。这就是一种认知上的降维打击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，最后做个总结。我们谈论如何对付不尊重，核心不在于如何去斗争，而在于如何去建设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，建设一套完善的价值系统，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圈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 20% 的人，无论你做什么都会讨厌你，同时也总有 20% 的人，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支持你。剩下的 60% 则是摇摆不定的跟风者。如果你为了获得那 20% 讨厌你的人的认可，而放弃了自己的底线，那么你不仅得不到他们的尊重，还会失去那 20% 支持你的人，甚至连那 60% 的跟风者也会看不起你。你要做的是吸引那些真正懂得你价值的人，并对那些恶意的人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反击。最彻底的回击是无视，是彻底把对方从你的生命序列中划掉。当你在更高的维度上奔跑时，那些曾经在低处试图绊倒你的人，根本不配进入你的视野。不要害怕别人说你变了，说你变得冷漠了，或者不好说话了。那其实说明你的边界感正在形成，说明你开始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一个有棱角的人，可能不会被所有人喜欢，但一定会被所有人敬畏。从现在起，做一个清醒的、有力量的、不被定义的人。在下一次面对不尊重的时候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心软。你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，保护自己的尊严。因为尊严一旦丢了，再想找回来，就需要付出成倍的代价。人生这条路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我们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烂人烂事上。那些不尊重你的人，其实是你人生中的磨刀石。通过他们，你可以更清晰地认清人性的幽暗，也可以在一次次的处理冲突中，磨练出属于自己的心理韧性。你要感谢他们，是他们逼着你变强，逼着你长出了铠甲和獠牙。最后，送给大家一句话：你要用那些不尊重的声音，作为你向上攀登的阶梯。
每一次成功的回击和自我的坚守，都会让你的生命之树扎根更深，枝叶更茂。愿我们都能在复杂的人性丛林中修剪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。咱们下期见。